5年前的凌不疑在和少商结婚的前3天选择为霍家报仇，他和少商的婚事也因此黄了。5年后归来，他本想放下过去，好好祝福少商和袁善见，而自己选择一生不婚。可回来后见到少商的第一眼，尘封在心底的相思蜂拥而出，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，也改变了他的想法。他要追回少商。凌不疑的追妻之路简单又粗暴，他直接找到少商，当着袁善见的面叫少商和袁善见退婚，然后嫁给他。凌不疑不是在商量，是在要求，或者说是命令。袁善见虽然很生气，但并不怕他，他才不会退婚。可少商是了解凌不疑的，凌不疑敢这么做，要么已经留好了后招，要么是打算豁出去了。如果是前者，倒也不怕，毕竟袁家也不是泛泛之辈。可就怕是后者，凌不疑真不要脸了，可以闹得满城风雨。到那时，别人就会对袁善见指指点点。少商是真不敢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，所以他动摇了，劝袁善见还是退婚吧。少商这边还没有传出确切的退婚消息，凌不疑已经实施了他的第2个计划，解决骆继通这个麻烦。凌不疑直接送了嫁妆过去，然后把骆继通做的所有坏事都告诉了他父亲，让他把女儿嫁得远远的。有把柄捏在凌不疑手里的袁大人怎么敢不听他的话？于是骆继通的父亲当众放出要招婿的消息，只这一句就把骆继通和凌不疑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。解决了骆继通，就剩最后一步了，请求少商父母的原谅。这一步很关键，要想求得少商的原谅，必须求得少商父母的原谅。凌不疑求原谅采取的方式是送礼和认错。方式简单，礼物可不一般，货不疑大车小车装着各种珍稀之物，比如虎骨、鹿茸等等，还有来自遥远漠北商队所带来的黄金、宝石、象牙、香料、骏马等。这些礼物堆积如山，把程家老管事的眼睛都晃花了。其中有一个价值连城、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鹿角，老管事不得不把大门2侧的门扉都拆了，才把它搬了进来，可见凌不疑的诚意了。程氏看见凌不疑，想起女儿当年为了他差点病逝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凌不疑跪在地上任他打骂，还好萧夫人理智，死死地拉住了程氏。跪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可是皇上的养子，一直捧在手心上护着，他都舍不得打骂，他们怎么能打呢？萧夫人对凌不疑说：“你不必来向我们赔罪，我们虽是袅袅的双亲，然自小不曾对他关怀管教，如今悔之晚矣。袅袅将来想走什么样的路，想嫁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由他定夺。这些东西你都带回去吧。”凌不疑怎么会把东西带回去？他只恨能给程家的太少，不足以弥补心中的愧疚。当年他犯错，差点连累程家，这些年他心里从来没有原谅过自己。程氏握拳沉声道：“5年前袅袅病得差点死了，你不要以为自己在流放途中受苦，却不知袅袅几度不治。你若不信，可去后院排屋看看，那里还放着给袅袅打了一半的棺椁。”凌不疑猛然抬头，最后冷静沉默的告辞。萧夫人责怪丈夫不应该把少商生病的事情告诉凌不疑，她知道后更加不会放手了。可程老爹却看得开，袁善见识很好，少商嫁给他，这一生就无忧了。可是如果袁善见和少商分手，少商绝对不会差点死掉。少商的心思在谁身上已经很清楚了，感情这事没法勉强。凌不疑从程家出来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但程氏夫妇的意思他已经明了，追回少商用一生来弥补，这是他接下来的计划。